OK，我们今天先讲一个教学视频。那么我们还是以结构去给大家演变一个结构的过程。那么很多人呢，就包括社群当中的伙伴一直在讲结构搞不清楚。那我们先说个理论的东西结构上涨、回调、接着涨。那么这样的一个结构呢，它一定是这是起始低点。那么你找的第二个低点呢，一定是它为这个起始低点的次低点。那么它们之间比如说把它定义成 A， 把它定义成 B， 那么它们之间出现的这个 C 点这个 C 点一定在它们之间的一个最高点。而很多人就搞不清楚的原因就是，这一段它还是不是呢？比如说跌破了还是不是，对吧？跌破了这个点还是不是？它就不是了，它就演变成另外一段结构。那或者是上涨回调，上涨回调，上涨回调，那这样的是一个备份。这就涉及到一个备份。那不管是这个点还是这个点，它们的意义是一样的。那这个点被跌破，那整段多头也就断掉，那代表的是这个点始终也会被破。那这是简单的讲一下一个简单的知识点。那么我们在下跌过程中同样是下跌反弹那么这个点和找的这个点，这个点是它的次低点，这中间不能有比它还低的点，也不能有比它还低的点。所以说基于这样，你在整个图表当中，不管你怎么找，它一定是符合这样的一个要求。不符合，那你就找错了。那我们回到图表当中，你会看到，首先第一段上涨回调，上涨回调，上涨，你看一直在破高点。那么直到什么时候呢？直到这个点被破掉了，那代表的是这一段多头结构是断掉的，它从而演变成更大的一个多头结构，上涨回调。那么基于这样的一个逻辑你才能找到扩展和找到回调位，而且你才能通过斐波那契的数列去抓扩展、抓回调。你对结构的认识不清晰，你没办法抓回调，你也不知道目前为止它处在哪样的一段结构当中，哪样的一个逻辑当中，那么哪个周期当中。那周期性和结构它们是关联关系，那么叫同周期同结构，如果断掉了，那么它就肯定是断掉了。那么这个周期在整段结构的多头目标没有走完之前中途出现的反转结构，可能说你在日线当中找到的反转结构，可能不会影响本段多头结构的一个改变。OK， 那我们这儿就说到了，回到行情当中，你会发现整个月线的多头结构发生了上涨、回调、上涨，结构成立。那整段月线的多头结构也就成立了。那你说这儿它属于周线结构的多头结构，那你说这一段的下跌，或者是走周线的回调，或者是走日线的回调，会对整个月线的多头结构产生影响吗？不会。所以说我们说结构是主导方向的，那你要对结构的研究是透彻的。首先在这一段波段当中，我们会发现周线的多头结构是高点作为1，左边的低点作为0，那么你会拉出一个斐波那契，那么上方的目标落在 1.618， 因为回踩 0.618， 那么理想目标区落在2的 2.618。 那基于这样的评估，那这一段给到这个点，那代表整段周线级别的多头基本上已经跑了。那我们调整高低点，那就会发现它没有回到周线这一段完整周线的一个买区，也就是新的回调潜在买区 0.382 到 0.618 没有回来。那么它一定是做了，因为它最后延续了多头，所以说它做的是小于周线级别的一个多头延续，小于周线的在这个点。为什么是这个点？因为这儿破了拐点，那么这一段它就是另外一段结构。那小于周线，那基本上是日线我就不去切日线。那你会发现这一段结构回踩 0.618， 也是回踩到了日线的一个买区，那么形成了多头的延续。那延续过程当中给到了理想目标区2的位置 73,907.9 给到了，那么做这样的回调非常合理。那你说未来在这儿做日线的回调的买区应该落在这一段波段当中
这儿就是一个日线的潜在回调买区。那么说有没有可能做周线级别的潜在的回调买区呢？或者是回调呢？有的。那这样会不会影响整个月线多头结构的改变？不会。所以说你要研究清楚你所在的一个周期以及结构，要搞清楚这个点，那你才知道上方是否有目标，那大概它的买区在什么地方，那它可不可以不做这样的回调？可以的。那我们评估出来，那么未来如果能给到这个区域，它就是一个较好的一个买区，我们在买区内找买点，然后去博弈多头是非常合理的。那你说我直接在69000的地方买了现货，那你就要承受未来周线和日线形成的回调。那周线和日线的回调对整个月线没有任何影响，所以说要搞清楚你的入场逻辑、你的入场周期、你的入场结构，一定要搞清楚。所以说我们基于这样的一个考虑，未来给到86000到93318，甚至到13万美金以上的比特币的一个多头扩展目标区，基本上都是没有太大的问题。那么基于这样的一个结构，评估出来了潜在的未来大概率会发生的多头扩展。那么它在这儿会直接上去吗？有可能。我们不猜测行情，我们永远是通过结构去评估它未来潜在会发生的事情。那你说从这儿直接上去的可能性有吗？有的。那从这儿回调到日线的买区，甚至到周线的买区，可不可以？都是可以的。所以说你要搞清楚的是这个点。那你看，我们切换到更小的周期当中，我们结构也在发生改变。你看这一段，那么以2小时的一段波段来看，那这是一个上涨波段，这是一个下跌波段。那你看，整个下跌波段的起始点在这儿，对吧？下跌，反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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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跌。OK。那你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完整的一个2小时的一个空头结构。那么如果以趋势线的方式拉出来，你看这是有破位的动作，你看它就是一个备份。那什么时候备份改变？那你看一个备份被破的第一个拐点，这个点2小时，那这一段空头2小时的空头就断掉了，它断掉的是2小时的空头。那你再切换到30分钟，同样的道理。所以说你要认识到你的结构处于在哪个周期、哪个逻辑，不然你永远搞不清楚你现在处在什么样的状态做的一个交易，你的入场是哪个周期，是哪个逻辑入场的，你都搞不清楚。所以说你就会出现周期混乱、目标不明确、方向不明确，所以说你没办法持有单子长久的持有下去，拿到符合整个大赚的可能。那要不你就大亏，对吧？大亏永远出现的原因是什么？是风控的问题，永远不在策略的问题。每一套交易策略都有它的缺点，那你是只有接受它的缺点，才能享受它的优点，它们是共生关系，它们不能分开。那么在整个交易市场当中，如果你剥离出了风险、风控这个东西，那么利润也会随之没有，它们是一个共生关系。OK， 那我们相当于补录一个东西是一个教学视频，大家好好去理解一下。